你敢信这个男孩的家族的人多年不曾测出灵根？好消息是今天终于有灵根，坏消息是灵根资质差得离谱。但是没关系，我有钱啊，买进入修仙宗门的名额。宗门试炼自己过不了怎么办？买。没有高阶功法怎么办？还是买。主打的就是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儿啊，既然你有灵根，那接下来可就得承担起钱家的希望了。随便吧。10大宗门，你挑吧，我花钱给你买个升仙大会的名额去。老爹啊，这么光明正大走后门不好吧？关系户会被鄙视的。你这破资质，不找关系怎么修仙？喂，请你对钱家古往今来最优秀的后辈尊重一点。小兔崽子，还反了你了！老子是你爹。哦，那没事了，爹您继续。10大宗门选一个。那就青云宗。不，为什么选青云宗？离家近，还有听说他是10大宗门里最弱的。我想以我的资质，这样竞争小一点。傻孩子，以你的资质，去哪个宗门都没什么竞争力的。那可真是谢谢你的提醒了，我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亲爹。选择不错，我本来以为你会自不量力的选最强大的圣经仙府。我虽然很自信，但也不想去找虐。修仙宗门争斗非常残酷，越强大的宗门斗争越残酷，哪怕是外门的弟子都频频传出在斗法中身亡的消息。钱心远对自己这个儿子非常满意。其实钱家对后辈是非常严苛的，所有子弟在18岁成年之前，每年都要经历比较严峻的考验。本来就没有自家的修仙者了，若是再没有优秀的后辈，怎么守得住这偌大的基业？此行切记，一定要低调，不可张扬。知道了。好了，你准备一下，我这就去安排。这么快？当然了，各大门派的升仙大会可不会等你。都说了多少次了，出门在外要低调。我这身打扮还不够低调吗？来人，给二少爷换套衣服。哦，时尚得来终觉浅，不亲眼看到，实在没办法领略仙家之地的气派宏伟。这下我倒真对青云宗有点兴趣了。哪儿来的愣头青，说话这么嚣张？说话注意一点，青云山山角容不得喧哗。你是谁啊？我是南岭云家17代子弟云之兰。没听说过。银兄不必多想，是这小子没有见识而已。不错不错，乡野之人能懂些什么？咦，你们在说我是乡野之人吗？不然还能是谁？我劝你最好谦逊一些，这或许是你这种乡野之人这辈子唯一一次能亲眼看到仙人、见到仙山的机会。你们云家很有钱吗？你懂什么叫修仙吗？懂什么叫仙人吗？钱财不过是外物，我们修者追求的大道是长生，是逍遥。升仙大会正式开始了，这道金桥便是登仙之路，踏过金桥，穿过山林，那里便是外门了。仙桥会检测你们的灵根，若是没有灵根者，请不要强求，不然跌落山底，我们是不负责的。好了，现在请你们上桥吧。话音刚落，就有人迫不及待地冲向了仙桥。2个青云宗弟子对视一眼，无奈摇头。每次都是这样，他们都习惯了。于是他们也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化作遁光飞到了空中。他们不需要做太多，只要保证不出现什么恶性事件就可以了。李小二同样大步走上了仙桥，突然一股无形的力量压在了他的身上，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拽着他一样。果然是5行杂灵根，确实有点勉强了。就这，灵根这么差，还这么嚣张？喂，兄弟，你叫我吗？你能不能带我上去？这样可以吗？当然没问题了。那2个青云宗弟子又没有说不行。如果你愿意带我一起前进，我可以给你10万灵石的报酬。哦，好。这是怎么回事？太赖了吧？怎么可以这样？还能带人的？我抗议！我们都在辛辛苦苦的爬仙桥，他凭什么？金桥之上禁止喧哗，如若再吵闹，
我就把你们赶下去。可是这也太赖皮了，那个人资质不如我们，却到了前面。两个弟子有些犯难，似乎没什么先例呀，宗门里也没有明确规定。还是先去警告一下吧。停下，你们这是干什么？这违反规矩了吗？你们这样影响很恶劣，走金桥主要是为了检测资质，以及测试个人的毅力，你这样的根本没有意义。就算第一个到达有什么用呢？后面有长老坐镇，一切都逃不过长老的慧眼。那就是不违反规定。你两位师兄，每人1万灵石，你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你这是在贿赂我们？是的。师弟，你先别着急。哦，这次就不追究了，你可别惹其他幺蛾子出来。当然。嘿，一流的资质，顶级的毅力，何必跟这种人掺和在一起？他说会给我10万灵石。你拿得出10万灵石？石重，这个归你了。这是灵晶。资质与毅力皆为上乘。见过前辈。此乃小还丹，虽说只是2品丹药，但恢复元气效果还不错。多谢前辈。不骄不躁，不卑不亢，性情同样一流，不愧是云家的后辈。此次圣仙大会的头名应该就是你了。前辈，您是负责第2关考核的吗？我只是来等一个人。什么人？与我有缘的人。哦，您是来收徒的？是也不是。空气真好啊！修仙能开始了吗？没这么快的。弟子见过掌形长老。不用多礼。不知道掌形长老来此是为什么？我来找个人，不会耽搁你们下一关试炼的。我觉得只有云兄能有此殊荣。看到哥的实力了吗？李小二，你过来一下。叫我吗？没错，就是你。林夕从人群中走了出来，目光聚集在他的身上，不少人露出疑惑、失望、不甘的目光。前辈，令牌呢？是这个吗？没错，是这个。你为什么不早点取出令牌？自然会有人领你入门，这样就不用过第1关了，也省得我多跑一趟。是这样吗？我以为得先通过升仙大会呢，没想到老爹开后门都开到掌形长老这来了。5行杂灵根，你通不过升仙大会的，跟我走，我带你入门。接下来的关卡没有必要过了。等等，前辈。何事？前辈，虽然我不知道您与此人有什么关系，但晚辈觉得有一件事您应该知晓。何事？此人在通过第1关的时候，使用了卑鄙的作弊手段，品行不端。若是这么随意加入青云宗，恐怕不妥。不仅如此，他还贿赂了2位镇关弟子。当真如此？差不多。那下次不要这样了。好的，前辈。还有什么事情？没事了。哼。云之兰想起离家前父亲和自己说的话，修仙界远比你想象的残酷，实力至上，拳头大才有话语权。他现在深刻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来这儿干什么？既然入门，当然要挑选功法。神机阁中藏有无数功法典籍，是青云宗祖祖辈辈耗尽心血收集编创而来的，每人有机会挑选1次低级功法。当然，想要兑换更好的功法，那就要看你以后的际遇与自身的努力了。我好歹也是个新入门的，还是低调一点吧。您随便赏我点高级功法就行了，我要求不高。你在想屁吃呢？你也和所有入门弟子一样，只能挑选1部低级功法啊！不是应该你直接收我为徒，成为真传弟子，然后传授给我屌炸天的功夫，指导我修炼，助我突飞猛进的吗？你不知道吗？那位贵人传信来特地嘱咐我，除了入门外，不要给予任何帮助，要让你自食其力。当然，修行上的难题，我可以稍微指点你几下，除此之外，你就不要想了。好了，别废话了，进去吧。
见过掌刑长老。我带这小子来领一份入门弟子的低级功法，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呢？是什么灵根？五行杂灵根。垃圾！五行混杂，大道难迈。你是哪种类型的五行杂灵根？还分类型呢？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类型的杂灵根吗？我应该知道吗？确实应该知道。多谢您让我知道了我爹有多坑。炼金弱水五行复合杂灵根，金属性占总比例27%，连占比最高的金属性都只有27%，哪怕在五行杂灵根里面也算很一般的。有什么合适的功法吗？低级金属性功法灵风剑诀，或许可以以剑入门，若是好好修炼，搭配灵剑倒也有几分威力。舒服。怎么样？肚子有点饿了。我问你修炼的是？好像没什么感觉，要不换一本功法试试？低级功法大同小异，引气入体是最基本的，连一点点进展都没有，恐怕真的是灵根不佳，或许只能靠时间硬熬了。难道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吗？高级功法能够更好地发挥出灵根的效用，高级功法的炼气篇自然也能够更好地完成引气入体。那我能领一份高级功法吗？不行。那我买一份呢？你以为这是哪里？菜市场吗？想买就买。这些功法都是青云宗先辈辛辛苦苦从各地收集或者呕心沥血编纂而成的，都是为了青云宗弟子更好的修炼。一些高级功法甚至是绝对不能外传的。那得到高级功法有什么限制啊？必须是对宗门有足够贡献的，获得宗门奖励，然后用门派积分来兑换才可以。门派积分怎么来啊？那途径就很多了，物资捐献、同门交易、门派任务等等都可以。那可以用灵石直接兑换门派积分吗？这倒是可以，但这样太得不偿失了。灵石兑换门派积分比例很低，是很亏的一件事。这倒没事，我就想问问，1万灵石能换多少积分？大概1000点积分左右吧。那一本适合我的高级功法得多少门派积分呢？5万左右。那我就放心了。我想要兑换100万灵石的门派积分。掌刑长老，您看这，你小子哪儿来这么多钱？低调低调，100万虽然没多少，但毕竟财不外露，我可不想被人惦记上。你知不知道外界那些实力不济又没什么背景的散修，会为了几百块灵石拼得你死我活，为了一件品质不错的灵器，甚至可能会杀兄弑父。100万灵石，甚至可以请动一位元婴老怪为你效力。掌刑长老，这少年毕竟是您带来的，他今后修炼我不会过问，该如何便如何吧。小子，或许你很有背景，但你最好知道一点，这里是青云宗，不是你为所欲为的地方。这里是10枚灵金，请长老验收。这灵晶品质好高啊，我要怎么拿才会显得我没那么贪财？好，我们现在就换。这一本恨离剑歌虽然是金属性，但在金属性功法中算得上偏柔和的，很适合你。这需要多少积分？本来至少也该8万积分的，不过我身为神机阁的长老，倒有一次特权机会，65000怎么样？要是功法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来神机阁找我，我允许你重新挑选一部功法，这本是内门弟子才有的权利，而且仅有一次。不过我一见到你就觉得亲切，日后绝非池中之物，可以给你一点小小的优待，可千万别说出去。弟子晓得了。圣仙大会结束了，这次还真快，走吧。见过掌刑长老。小二，你也在这啊？好巧，你也进青云宗了。这小子也是这一届的入门弟子，交给你了，由你负责接下来的事情吧。是，谨遵真君法旨。好了，既然你们都已经领取了功法，接下来便是尝试引气入体了。引气入体只能代表你们有资格开始修炼之路，并不意味着什么，所以你们倒不用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哪怕耗费时间较久，也不能代表你未来必定没有成就。现在你们有3天时间，在神机阁前尝试引气入体，而我会尽量指点你们，不管成功与否，3日后你们将进入外门。好了，现在快开始吧。
好字，真是好字。你还不开始？不着急，不着急。您看这字写得多好，光从字迹中便可读出写者的故事与情绪，此乃宗师级别的手笔啊！所以呢，千金难求，极具收藏价值。你还是抓紧时间吧，不然会赶不上其他人的进度的。好吧，这就开始了。哈哈哈，成功了！不错，不到2个时辰，竟然就完成了引气入体，哪怕是近50年的弟子中，也算是极快的了。多谢长老夸奖，不愧是云兄啊，云家最优秀的后辈，非云兄莫属。不到2个时辰，真是令人羡慕。我到现在还没什么头绪呢。云哥哥最厉害了。虽然速度很快，但也不要骄傲。你可知天宇峰的那个小丫头紫月？略有耳闻，听说这位师姐是修仙界千年难遇的天才，青云宗年轻一辈的大师姐。不过入门6年，便已经达到金丹境界了。不知道她花了多少时间引气入体？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弟子一定潜心修炼，以紫月师姐为目标努力。明明领先我们大半天的时间，却现在才刚开始引气入体，未免太迟了一些吧？这样的资质，还真是丢掌形长老的脸。云兄说的没错，旁门左道或许可以得意一时，却没办法永远得意下去。或许也不算太迟吧。抱守灵台已经达到炼气第1层了，见鬼了！你怎么这么快？引气入体虽说和资质有关系，但似乎和悟性的关系更大一。我虽然欣赏了很久的字，但也感受到了功法编创者的心境与情绪，然后尝试将自己带入了一下，没想到就直接成功了。当然，这或许和我已经探索了大半天也有关系。我就说嘛，怎么会这么快？原来已经探索了大半天的时间，自然比我们快了。有人酸溜溜地说道，他们很难接受一个5行杂灵根靠着关系入门的人竟然进度远超自己。不对劲啊，他身上的气息为什么这么玄奥神秘？这不是低级功法应有的契机。原来是高级功法，怪不得比我们快。我就说嘛，区区一个5行杂灵根，你这功法哪里来的？当然是用门派积分兑换的。你才刚入门，你哪来的门派积分？用灵石换的？不会吧，不会吧，云家的优秀后辈不会连这个也不知道吧？我对你很失望啊。怎么可以这样？好了，既然你们都已经完成引气入体了，那就回到外门修炼去吧，不要再次徘徊了。外门的院落可以随便选，但一旦选定了就不能更改，而且未经允许是不可以强闯他人住所的，这点需要注意。外门弟子每月可以凭弟子令牌去古风堂领5颗1品金髓丹、3张低级符纸以及20块灵石，勉强够修炼所用。如果你想要更多，那就得靠自己了。当然了，外门弟子的福利享受了也必须承担义务，每个月至少要完成10个门派任务才可以。什么样的门派任务？都比较简单，送信、打扫卫生、照顾灵田、帮丹房分类灵草之类的，虽然不难，但比较耗费时间。那不做任务会怎么样？那以后每个月的弟子福利就会被取消。这内试法好像很麻烦，暂时先不学了。一口吞下了金髓丹，顿时一股浓郁能量弥散开来，他舒适的差点呻吟出来，四肢百骸像是触电了一般，有种畅快感觉。还真是让人不适应，5行杂灵根修炼速度也太慢，一颗金髓丹的效力最多半个时辰就吸收完了，5颗完全不够1个月时间修炼的。看来是不能过于频繁服用，不然药力会打折。也是，要是能一直服用，那靠着嗑药岂不是境界一路飙升？不过精神倒是好了不少，我好像变得更帅了，得想办法多弄点金髓丹来才行。谁啊？您哪位？我是陈其生，陈宇的族兄。不认识，就是今日和你一起入门的人。哦，没什么印象。就是那个总是跟在云之兰身后的狗腿子吗？他们是朋友。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你就是刚入门的那个弟子李小二，听说升仙大会你很出风头嘛？所以你是准备来给我当小弟的吗？你开什么玩笑，我入门3年了，如今炼气8层，随时都可以进入内门，我给你当小弟。那你来干什么？哼，我身为外门的师兄来指点指点你的修炼不行吗？那太好了，你知道丹房怎么走吗？
丹房？是啊，我正好想要买丹药。就在北边的灵峰上，可以找通行师兄要神行符，登山下山会方便很多。谢谢了。哎，不对啊，我不是来教训他的吗？怎么真的给他解答疑惑了？你给我站住！师兄，我看你灵气薄弱，像是修炼出了岔子，不如由师兄帮你疏通一下经脉吧。好啊，那就多谢师兄了。你还真是小看你了。师兄，你这防范意识也不高啊。你别太嚣张，我只是大意了。你就站在我面前读条施法，我一下子没忍住就出手打断了，不好意思啊，要不你重来一次。哎，卧槽，那是什么盾牌？我操，这是什么铠甲？威力好像也不怎么样嘛。找得意，区炼气一层，给你再好的东西又如何？你能发挥出作用吗？看我的清风剑！你连气！答对了，而且是上品灵气哦，整整比你的清风剑高出一个大品阶还多呢。上品灵气？怎么可能？你只是一个炼气一层的弟子而已，你怎么会拥有上品灵气？当然是买的了，不然哪儿来的？你敢耍我？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到底还打不打？金山不改，绿水长流。小子别得意，我一定会回来的。他知道凭他的攻击，估计打不破刘云甲的防御，他马上就要进内门了。内门竞争太激烈了，可不能随便乱挥霍了。苏兄，怎么样了？你叫我教训的小子到底什么来头？没什么来头啊，就是个讨厌的家伙而已。可能家里有点小钱，但这可是青云宗，有钱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啊。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这个蠢货，你知不知道那小子拿出一柄上品灵气，直接把我的清风剑给斩断了。不仅如此，他还有很多上品宝物，你要不是我族弟，我都怀疑你是别人派来坑我的。我没有啊，真没有。于兄，不好了！怎么了？陈宇急忙把发生的事情原本说了一遍。炼气8层的师兄都奈何不了他，可恶的有钱人，太不要脸了，竟然靠上品灵气，实在是明珠蒙尘啊！上品灵气足够筑基修士使用了，他怎么这么有钱啊？到底是哪个家族的人？接下来怎么办？云兄，大家应该都咽不下这口气吧？那当然了，想到他那嘚瑟的表情我就生气，一个五行杂灵根，凭什么入青云宗？我还有一个办法，他有这么好的装备，恐怕也只有更高境界的师兄师姐才有可能对付得了他。我有一位堂兄在内门修炼，如今已经筑基期了，平日里我和他关系不错，我可以去求他出手，不过这样会降低我在家族中的评分，我希望获得大家的一个人情。哦，不就是人情吗？算得了什么？我想要买丹药。买什么？1000颗金髓丹。一下子，整个丹房寂静了下来，所有人怪异的看着李小二，一脸懵逼。买回去当饭吃啊！你买这么多干什么？有备无患嘛。我感觉丹药消耗挺快的。每颗金髓丹10块零食，你确定吗？金髓丹只对炼气6层以下的弟子有效，照理来说不用这么多的。当然确定了，这里是1万零食。丹房弟子仔细打量着李小二。没错啊，应该只是炼气1层，可真有钱啊，令人羡慕。这么砸钱买丹药，你稍等。他们怎么了？干嘛一直盯着我？这是你们丹房特殊的欢送仪式吗？不是，大家大概是觉得这么随便丢出1万零食，挺让人心疼的，尤其是用在买低级丹药上，有点浪费。是吗？1万零食很多吗？我操！丹房众人嘴角齐齐一抽，这还不多，都够去买一件不错的灵气了。毕竟是外门，丹房的弟子和执事实际上都是炼气期的，对他们来说，拥有一件灵气已经是非常梦寐以求的事情了。确实挺多的了，我们炼气弟子1个月也只能领价值100块零食的修炼资源而已。我还以为是宗门为了培养大家艰苦奋斗的精神，所以才故意给这么少的呢。不是的，这已经很多了，有些内门师兄可能全身家当也就几千块零食。
哦，怪不得陈其生还在用中品法器，清风剑被崩断的时候这么痛苦，我还在奇怪呢，不就几百灵石的法器而已吗？至于心疼成那个样子吗？陈其生，那不是即将进入内门的师兄吗？他的清风剑崩断了，卧槽，这可是大新闻啊！原来以为只是凡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没想到竟然连大门派的弟子日子也这么难，你们受委屈了。其实也没有委屈，想要改善这种贫穷落后的面貌，看来得由我出面，先富带动后富，然后实现共同富裕了。说完这话，李小二突然感觉一阵发毛，莫名有股寒意。定睛一看，丹房所有的弟子和执事都捏紧了拳头，一副想要动手捶他的样子。原因很简单，实在是炫富嘴脸令人生恨，不揍这混蛋一顿意难平啊！大家冷静一点，不要这样，不如我多买点东西，这样可以吗？哦，哎，龙虎丹，生津活骨，可增强体魄，2块灵石1颗。韭黄丸有利于精神集中，更有效的进入冥想，5块灵石1颗。还有我的，我呀！谁摸我屁股啊？救命！救命！炼气2层总算突破了。师弟很勤勉吗？我说呢，怪不得不完成门派任务，原来是在闭关呢。是啊，资质不好，自然得多努力。半个月就到炼气2层了，这样的速度绝对不算慢。哪里，都是丹药的功劳。师弟真谦虚，闭关出来要做门派任务吗？金髓丹已经用完了吧？完成门派任务说不定会奖励丹药的。不用了，丹药还够。李小二朝着管事弟子的方向走，看到了一个熟人，那个驮着他踏过仙桥的石仲。走吧，还要今天的任务是帮雁丘山的王长老砍4阴烛，每人可以奖励1颗金髓丹呢。才1颗嘛，砍4阴烛很麻烦的，竹子坚韧，质地又硬，尤其是竹林那群恼人的灵猴。是啊，有点累人。快点吧，别埋怨了，说的你们会干得多认真似的。自从石仲来了以后，你们总是偷懒。石仲师弟，这次门派任务还是要靠你哦。砍竹子的事情我们真的做不好。没事，我力气大，我多做点。看到这些人不仅让石仲当免费的劳动力，还贪图他的修炼丹药，李小二都看不下去了，上去就要为石仲出头。石仲师弟，你人可真好。当然好了，只付出不求回报的舔狗，谁不喜欢呢？哦，小二，好久不见。你这呆子难道就不懂舔狗不得好死的道理？修行资源都送出去，你自己怎么办？石仲有些茫然。你是谁？这位师弟，你想说什么？想说什么？你坑别人没关系，人傻活该。可惜石仲是我朋友，那不好意思了。绿茶婊，你给我老老实实现出原形吧。你骂我婊？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你，我是想说在座的各位都是绿茶婊。区一个炼气2层的初入门弟子，也敢这么嚣张？估计是觉得自己入门才半个月就到了炼气2层，膨胀了吧？小子，每上一个境界难度都是成倍增加的，挑衅我们是你入门来犯的最大错误。刚刚本来不小心把你也骂进去了，有些愧疚，现在倒是1分也没有了。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啊？要是有人把自己的门派任务全丢给你，不仅做着吃空饷的勾当，还要诱骗走你应有的报酬，你什么想法？这是石仲师弟自愿给的，与你何干？啧，这副嘴脸与逼迫伙计自愿加班且大谈梦想可以当饭吃的无良掌柜何其相似。那我换个简单的说法，你在放屁呢？于师姐，各位师兄，他是我朋友，你们别伤他。你以为你有什么面子？再吵闹我连你一起教训。今天我给你免费上一课，商场如战场，不想被吞的骨头都不剩，就必须得争，所有的资源都是争出来的。我靠，上品灵气，坑了石仲多少东西，全部交出来，这件事就当这么结束了。大家别慌，他只是凭借灵气之力而已，但是他没有足够的灵力驱使，只要我们选择缠斗就可以了。
你冷静一点。把从石仲那里坑的东西全交出来，不然别怪我了。斗法中断手断脚应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吧？李小二一身灵气硬刚几人，众人憋屈的不行，竟然被一个炼气2层的弟子威胁。但眼下好像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虽然很丢脸，但是为了1、2颗丹药，好像也没有必要意气用事、审时度势。这是一位合格修仙者应有的品质，同样是修仙界的规矩。小子，别让我再看到你，不然指定没你好果子吃。山不转水转，这件事不会这么完的。别愣着了，快收起来！以后不要随便把修炼资源给别人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关乎到自身的未来。我知道这些东西都很重要。边走边说吧。那你为什么还给别人？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这些师兄师姐愿意指导我修仙，拿这些东西送给他们也不要紧。他们这点水哪里还能教别人？那有很多事我还是不懂的，我只要衣食无忧就够了。提升境界，进入内门什么的我也不强求。那你知道吗？没有修行资源，境界必定提升过慢，这样可是会被逐出外门的。那会怎么样？你的衣食无忧就保不住了。所以你现在想要好好修炼了吗？还有啊，我不是给了你1块灵晶吗？你干什么为了几颗金髓丹，每天去做门派任务？灵晶我用完了，我买了一件法器。就买了一件法器，该不会一点修炼丹药都没买？这可不行，钱可以乱花，但该买的东西还是不能落下的。你这法器值1块灵晶。卖法器的人是这么说的。李小二看了好久，仍然没能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怎么看都是一件比较劣质的中品法器。哦，是我想多了，看来真的只是一件中品法器啊。这破玩意儿，你花了1枚灵晶。卖法器的那个人跟我说，我的灵晶品质很有问题，价值要打一些折扣，而这个短棍属性非常契合我，足够我使用好久，愿意赔本卖给我。我也试了试，够沉，分量挺足的，还挺趁手的就买了。此时的李小二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这辈子从来没那么无语过。1颗灵晶价值10万灵石呢，我告诉过你的啊。我知道啊，可是卖法器那个人说，1颗灵晶只能换凡间的10万灵石，青云宗的灵石价值更高，最多只能换500块。不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了，你被骗了。都怪我太笨了。你不是太笨，你只是还不懂人心狡诈而已。不过你也不用学，没有这个意义。跟我走。去哪儿？当然是找卖你法器的人了。骗你无所谓，但既然敢说我的灵晶品质不行，我一定得好好教训他。坏了，是他们不会是来找我麻烦的吧？你的烧火棍就是从这儿买的吗？没错，就是这里。前辈，请问这短棍是从您这儿买的吗？是，怎么了？太好了，太好了！我来您这儿买东西。于是李小二挑选了几样东西，不管老板开价多少，直接购买，不讲价。旁边的石仲也是一脸懵逼看着李小二的操作。你还看中什么？不用了，不用了，其他东西我看不上，告辞。掌柜常无德好奇心一下子就被勾动了起来，这两人到底怎么回事？吃了这么大亏，却高兴成这样，然后悄悄地跟了上去。炼气1、2层的弟子而已，毫无威胁性。小二，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们可是为天河真君办事的。没想到这么简陋的法器，竟然是传说中通天灵宝的拼图碎片。不管是留下来自己用，还是上交给天河真君，我们都发达了。当然了，跟着我总没错吧？没错，没错。暗中偷听的常无德，他本来还有些怀疑的，但是突然想到，好像确实听到传闻，前段时间天河真君亲自出面升仙大会，带回了一位弟子，顿时信了几分。这2个弟子不可能这么多钱，若是天河真君的命令，可信度就高多了。他听到自己丢掉了天大机缘，一下子就急眼了。丢了钱的痛苦，可比捡了钱的喜悦沉重多了。脑袋一热，完全把不合理的地方全忽略了。哼！你们站住！你怎么跟过来了？这些东西我不卖了，你们还给我。这怎么行呢？我可是付了钱的，钱货两清，这些宝贝已经是我们的了。要不是青云峰下不允许斗法，估计常无德现在已经忍不住出手抢回自己东西了。
你别乱来，我们可是奉了天河真君的命令。哼，天河真君又怎么样？难道能大过门规？你什么意思啊？门规规定，卖出去的东西1个时辰之内是可以原价收回的。小二，是真的吗？我也不知道啊。不过看在你们跑来跑去也挺辛苦，我多给你们1点跑腿费，500灵石怎么样？可是天河真君，你就说自己没买到不就得了？不行不行，天河真君说不定有办法摆平门规呢。你说什么胡话呢？怎么可能？这样吧，我给你们5000灵石的跑腿费。常无德已经被李小儿拉入瓮中，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2万灵石和2本术法的物资，李小二才同意把东西常无德回购。这时的常无德还以为他气运逆天，有主角命格，在那沾沾自喜。灵晶好好使用，足够你很长一段时间的修炼，不用去做那些浪费时间的门派任务。还有啊，你修炼就修炼，搬我这儿来干什么？你懂这么多，跟着你肯定不会吃亏。你小子不哈啊！不愧是仙家法术，甘灵术治疗，幻形术改变形态容貌。难道我不配施展帅帅的法术吗？这种骗人的法术，幻形术，为什么我一学就会？真气人！小二，你终于出关了。是啊，我刚从古风堂回来，最近外门好像有关于你的一些不良传闻。传闻是买通了掌形长老才能进入青云宗的。这说的倒也没错，只不过谁这么大胆，连掌形长老的谣言也敢传，不怕死啊？还有说你的钱都是坑蒙拐骗来的，已经超过50位外门弟子上当受骗了。50位外门弟子能有多少身家？我看得上吗？李小二稍稍一想，估计就是那个常无德干的，被自己骗了之后无处发泄，于是造谣重伤，这倒是在意料之中，毕竟当时也没隐藏身份。反正现在外门弟子好像对你的印象都不太好，除了丹坊的弟子之外，其他人对你都挺讨厌的。你呢？如果不是我认识你，听到这些传言，估计也会讨厌你。挺有意思的，让我出去打听一下。哦，哼。李小二去到外门广场才知道，石仲说的委婉了，到处都是声讨自己的声音，有的没的罪名统统都给李小二加上，简直是无妄之灾。哦，我被骗了500灵石，那可是我为冲击内门准备的灵石啊！这个李小二太可恶了！哎，我操！这位师兄，你才炼气4层，确定要开始冲击内门了吗？哼，你有什么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有一位内门师兄专门前来，要好好教训一下李小二。哦，真的假的？保真的。你就是李小二啊？我不是。李小二去哪了？出去了。你有什么事儿吗？听说这李小二在外门搞得怨声载道，我来看看情况。哦，你是内门的师兄吗？准确来说，你应该叫我师叔。哪里？师叔，您听我说，我告诉你啊，这些都是谣言，全都是假的，是有人恶意抹黑。李小二可是一个好人。云狼一脸懵逼的看着石仲，石仲滔滔不绝的澄清起来，听得云狼头都大了。我不是来调查真相的，你跟我说没用，你只需要告诉我李小二去哪就得了。我也不知道。那你和我废什么话？你找我？小二，这位师叔是来为你洗清名声的。哦，喂，你别乱说啊！不是吗？当然不是了。石仲，你别闹了，这位师叔看起来是有别的大事要办的。你不好奇我的来意？如果你要我猜的话，我猜你是来投奔我的。哎，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看你这样，更像是来找我麻烦的。天才嘛，总是被人极度针对的，我能理解。你能理解个锤子？你一个5行杂灵根的外门弟子，值得我嫉妒？我也纳闷啊，你说你来找我麻烦干什么？哼，我是来帮一个人教训你的，以后不要这么嚣张，低调一点，不要再让我听到你的名字。啊！这就是筑基期吗？你是帮谁来教训我的？哼！你不说我也猜到了，能请动内门弟子，肯定能量不弱，估计又是云之蓝那批人吧。他花了多少灵石，请你出手。哼！我给你5万灵石。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大寿吗？我乃青云内门弟子，你太嚣张了！我今天必定要好好教训你。2枚灵晶如何？我是修仙者，追求的是长生大道。若是因为这点钱财违逆本心，
甚至对你一个小辈卑躬屈膝，那我还修什么仙？那我没灵晶吗？这小子这么有钱，堂弟了，不是我不想帮你教训他，奈何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我不好意思出手了。以后低调点。小二，你怎么样？没事。所以堂兄你没有教训李小二。你想用钱收买我吗？这是对我的侮辱，是对我所追求仙路的侮辱。我本来想用这句话斥责他的，可是他给的实在太多了。50万灵石我知道很多，但是可是我们是修士，总不能和那些凡人一样只追求利益吧？修仙就是这样，充满了太多的不如意和身不由己，你以后便会懂的。修仙之路艰难至极，你刚从家族中出来，没有经历过尔虞我诈，为了蝇头小利互相下黑手，昔日伙伴反目成仇者比比皆是。这条路本就不是康庄大道，而是荆棘丛生的死亡之途。想要修仙，需要功法、丹药、法器等等，这些不是凭空出来的。违逆本心，难道不会？也顾不上这些了。违逆本心的弊处，元婴境界之后才会有所显现。以我的资质，恐怕元婴难求，一生无望。但有了这50万灵石，金丹期我却极有希望。所以你接受了50万灵石，没有教训李小二是吗？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你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才说服自己吗？我同样也感觉到非常耻辱。云之兰见状，心中也有几分不忍。你以后还是好好修炼吧，这样的意气之争没有必要。我还有急事，要先走了。哦，是要去十里山历练了吗？哦，不是，我和李小二约好了指点他修炼，这可比去十里山收获丰厚多了。说完，云朗满面春风的走了，云之兰人都傻了。说好的耻辱呢？你这样子根本不像是感觉到耻辱了啊！你个狗，你怎么跟狗一样？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我毕竟是内门弟子，不可能总是待在外门。以后我每月来一次为你答疑解惑。这里有10张通讯符，可以在青云宗范围内使用。如果遇上什么紧急问题，你可以用这个联系我。谢谢你了。不用客气，是我要谢谢你才对。不说了，我要去试试自己新买的法宝了，真是让人激动。你在这做什么呢？小二，你的名气在外门越来越大了，你的风评是越来越差了，又是高级功法，又是内门弟子专门指导，现在对你坑蒙拐骗的质疑是越来越大了，不少师兄师姐都放话，要是看见你，一定要揍你一顿出气。我会幻形诀，可以易容出行，放心，他们遇不到我的。哦，那我先走了。看来得搞点别的手段了，不能只靠灵气。对上炼气期的人还行，要是筑基期，明显就不够看了。哦，小飞棍来呢？你谁啊？是我。小二师弟，你怎么易容成这个样子了？这不是最近名声不太好吗？理解理解，不过我们丹房的弟子还是很欢迎你的。对了，我想要打听一下，有没有境界低也可以使用的手段？这恐怕有点难吧。境界低，灵力本身就弱小，法术法器威力都强不到哪儿去。真的没有吗？如果硬要说的话，或许傀儡一道比较适合林师弟你，正好你也是金属性灵根。哦，傀儡制造很麻烦，而且需要很多原材料，外门很少有人会制造傀儡，只不过正好有那么一个怪人。怪人？他很奇怪，境界明明已经达到炼气12层了，却不肯去内门，而是待在外门研究傀儡之道，据说都已经研究几10年了。不过这个怪人制造的傀儡相当精良，而且战力不俗，见过的人都赞不绝口，可惜卖的太贵了，几乎没人买。李小二听到后眼睛一亮，贵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好，于是打听了怪人的住处，直接找上了门去。不识货的东西，赶紧离开我这里！哼，疯子，一个寻宝鼠傀儡竟然要3000灵石，那我为什么不花500买一只真的寻宝鼠？兄弟，别去了，这人有毛病的。我就来看看。随便你，到时候可别被气得冒青烟。你有什么事？我想要买傀儡。炼气2层，
只能驱使最低级的傀儡，就在东南角的角落，自己去选吧。说罢，郑奇鹏扭头又开始叮咛，咣啷鼓到傀儡了，看起来不太愿意搭理人的样子。哦，虽然很精良，但显然战力高不到哪儿去。靠，又失败了，成功率真低。要是老子有雨田石就好了，质地更软一点，但强度却足足是物流矿的3倍。那就用雨田石啊！哼，要你多嘴，要买什么赶紧说，买完就滚。哟呵，那些低级傀儡我看不上，好的傀儡我用不了，所以没什么好买。你倒是说说，为什么不用雨田石？这个问题问得好，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没钱。雨田石的价格是物流石的100倍。把没钱说的那么理直气壮，修仙界你是头一份。要不是那群穷鬼买不起我的傀儡，我怎么可能没钱？只要造出这具傀儡，我必定会在修仙界大放异彩。哦，这么厉害，你这傀儡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哼，什么叫特别之处？请你用词恰当一点，你应该问这具傀儡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之处。那好吧，请问这傀儡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之处呢？它能够伴随修士一同晋级。和修士一同晋级，除了本命法宝之外的一切外物都是固定品阶的，一旦修士境界提升，用处就不大了。若是真有一具傀儡可以与修士一同晋级，那便意味着永远不会过时。拥有晋升潜力的傀儡，那绝对称得上奇珍异宝，只有极少数的宝物才有这种能力，一旦传出去，肯定会引起修仙界的震动。也怪不得郑奇鹏说自己会在修仙界大放异彩，这恐怕要千古流芳了。这傀儡宝真吗？当然是真的，只不过还没有完成而已。你都没完成，吹什么牛皮？不识货，那你还看什么？赶紧离开！你怎么还不走？难不成你对傀儡还有研究？虽然我不懂傀儡，但我也知道修仙界传统的傀儡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你开创了一个流派，有眼力。看在你这么有眼力的份上，这里的傀儡你随便选，我送你一个。我想要这个。这个不行，这个我没做好呢，加上我也没钱。如果你硬是想要，那估计要等好久。这里是100万灵石，这项目我李小二投了。真的给我？不是赞助你的，我刚才说过的，我要这具傀儡，你得帮我造好它。你是什么人？哪儿来的这么多钱？我吗？一个普通的有钱人而已。老子有钱了，老子要买最好的材料，造最好的傀儡。总有一天，我要让整个修仙界知道我的名。炼气3层了，可以施展内视法了。这里就是我的子府天地吗？灵台之上什么都没有。啊！怎么了？怎么了？没事，炼丹失败了而已。咦，小二，你丹药不够了吗？我这里还有不少，不然先分你一点吧。不用了，我就是想尝试一下而已。要不别练了吧？我听说很多弟子都会尝试炼丹，可是真正能炼出丹药的却寥寥无几，好像对悟性要求挺高的。开什么玩笑？难道我悟性不好吗？我可没有这么说。不行不行，石仲你陪我一起炼丹，我需要有个队伍才能知道我炼丹进度怎么样。炼丹可花钱了，我可没有钱。所有花销我来承担，你陪我一起炼丹。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再来。哼！李小二和石仲足足10天时间尝试了100次，竟然全部炸炉，没有一次成功。小二，看来我真的一点炼丹潜力都没有。我也看出来了，要不你还是去老实修炼吧。哦，好。李小二思来想去，觉得不对劲，然后又去找到了夏承风。
师弟，炼丹就是这个样子的，要靠不断的尝试才能入门。你并非炼丹手法有误，而是实践不够。等你真正入门了，一切便会顺利起来的。我们丹房弟子都是如此。哦。总算成了。是不是炼丹又失败了？开什么玩笑？我是什么人？你是李小二，青云宗弟子，五行杂灵根，由天河真君带入青云宗。行了，别扯淡了。哦，这么多金髓丹能卖多少钱呀？虽然不是质量最好的金髓，但每颗6-7块零食应该不是问题。那成本呢？你还真是一针见血呢，就不能让我多高兴高兴吗？那我不问了。为了入门，我大概花了4-5万零食，时间成本也就不计算了。这10炉丹药成本大约3000零食。按每颗金髓丹7块零食来算，97颗丹药总计679块零食，好像亏了好多。你算钱还算得挺快，不当账房先生可惜了。来，送你几瓶试试药效。那多不好意思啊，这毕竟是你自己炼制的。放心拿着吧，金髓丹我有的是。那我就不客气了啊。一夜无话，李小二醒来，他感觉神清气爽，炼丹对神识与真元同样是极佳的锻炼。这些丹药该怎么处理呢？自己服用。我资质这么差，可不能再服用效果差的丹药，这样会浪费我时间的。看来只能忍痛卖掉你们了。金髓丹多少零食？7块零食。哦，比丹房的便宜这么多呀！我能不能仔细看看？随意。品质尚可，效力估计只有丹房金髓丹的80%，算得上很实惠了。我买10颗。是你啊？你把我的钱还给我。什么钱？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呢？你还装糊涂？我都已经打听过了，你和掌刑长老关系根本就不深，不然早就进内门了。想要狐假虎威，我警告你，你要是不还我钱，我就对你不客气了。你准备怎么个不客气法？感受到灵气的一瞬间，常无德心中一紧，这小子竟然有灵气，你小子也太可恶了。你坑我朋友10万零食的时候，怎么没有觉得自己太过分了？你最好不要逼我。哼！大家快来看啊，他就是那个李小二，就是那个坑蒙拐骗、无恶不作的李小二。随着常无德的叫喊，一大群人都涌了过来。李小二没有想到，才半个月没出来，自己就又多了个无恶不作的名头。你就是李小二，长得倒是有几分清秀，怎么就不干人事呢？听说你买通长老，为自己兑换了一部高级功法，五行杂灵根是怎么通过升仙大会的？众人随声附和，罪名统统安上，什么毒死灵宠、被人暗算偷袭等等。李小二越听越离谱，我就知道是你散布谣言抹黑我。哼，什么叫抹黑？你坑了我2万零食货真价实，你若是不还我，必定身败名裂。别喊了，再喊容易把你坑过的人都招来。这时不少人看向常无德，目光变得有些巧妙了。你敢坑我？李小二不禁笑了起来，这人怕不是个傻子吧？他这话一出，不少人都自觉地离他远了一点，还有人开始用更加不善的目光打量起他了。真是影响我做生意啊！不做生意就快离开这里。金髓丹该不会也是骗来的吧？你们最好对一个炼丹师客气一点。对你不客气又怎么样？对我不客气，可就没有便宜占了。卖金髓丹了，1块零食1颗。1块零食1颗，天啊，这是什么价？这简直就是贱卖啊！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童叟无欺。那我先买1颗。舒服，确实有效，是金髓丹。我还要，给我来50颗。到后面排队去，每人限购5颗，
群情激荡，不少人盯着李小二，眼睛都在发光。外门弟子中什么最多？穷鬼最多，每个人都省吃俭用，就是为了多买点丹药，这样修炼快一点，有便宜谁不想占？刚刚还是众人声讨李小二的局面呢，一下子就变成的抢购丹药的火爆景象了。为什么我们不能买？我记得你们刚刚对我很不客气，所以没份，有什么不满意吗？哼！李小二，你真是个好人，我能多买几颗吗？滚！你也不准买。你小子等着，我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的。云师兄，我这修炼速度怎么样？每天辅以丹药修炼，快4个月了才提升到炼气4层，实在有点慢了。你不用太过担心，提升速度虽然慢，但毕竟还是有提升的，慢不代表不行。历史上有太多资质不佳，却靠着毅力与机缘踏足巅峰的前辈了。修仙还是要耐得住寂寞，有人100年就修成长生，有人1000年才证得长生，那有什么区别呢？结果其实是一样的。多谢师兄教导了。用不着这么客气，你选择炼丹我觉得非常好，境界越到后面，所需要的丹药越高级，有时候一些高级丹药根本买不到，求人炼丹又极难，一些名声在外的炼丹师很难请动，请他们炼丹的人太多了，若有能力，自己炼制是最好不过的了。通天灵丹，既然上面写着1品丹药，那难度应该不大吧？都是很常见的低级灵药，炼化药力并不难，敢取这么嚣张的名字，你最好给我有点逆天的效果。不过这心头血是什么药？李小二求助了丹房的弟子，无奈摇头表示没有听过，最后拿出云朗给的通讯符，委托他询问神机阁的长老。我专门为你找遍了神机阁关于灵药的书籍，没有找到心头血的记载，这或许不是一种灵药。我查到一件事，在文心界之外的偏远之地，有一个早已消亡的炼丹门派，他们会为弟子精心研制丹药，其中要以弟子眉心之血为药引，这或许对你有用。眉心之血？真的假的？竟然还有专门为某个人研制的丹药？眉心乃是精气神凝聚之地，这里的血液也会有一些神效，尤其是修仙者。此处离泥丸宫极近，泥丸宫又是诞生元神之地，所以眉心血不可随意取，会伤神。先试试吧。李小二炼化了整整1天，才将数百种灵药全部炼化完，累得差点当场昏过去。他强撑着精神吞下几颗丹药，然后稳定了在丹炉中的药力，沉沉睡去。真是麻烦的离谱！哎呀，差点忘了眉心血。怪了，怎么会这样？这些药液中的某种成分与血液产生了反应，不过李小二可分析不出这些东西，他只在乎丹药能不能成。名单。雷杰，难道是哪个弟子成功筑基了？糟了，我的丹药！才成丹3克，我感觉自己做的很完美啊。不过这丹药确实和其他1品不太一样，真的是1品吗？怪哉怪哉，那我吃1颗试试吧，希望可千万不要是毒药。怎么没变化？别玩我，炸了一个丹炉，花费了2天时间，还有几千灵石的灵药，炼制出来的该不会是废丹吧？要是丹药没用，我一定要把夏承风打一顿。是你引动的雷劫。什么雷劫？你不知道？不知道啊，我就在房间里炼丹，突然一道雷就劈了下来，吓我一跳。这么奇怪。你干什么？闭嘴！炼气4层，五行杂灵根，金属性比例30%，不论是境界还是灵根品质，都不可能引动雷劫。难道是我感应错了？
或许是其他弟子恰好路过这里，这情况应该需要报告一下吧。我明明记得天河真君检测之后说过，我的金属性比例只有27%才对啊！难道这丹药可以提升灵根品质？尝试着运转功法，吸纳天地间的灵气，他发现了灵力吸收的速度快了一些，虽然快的不明显，但确实快了。神丹啊，简直神丹啊！接下来的时间，李小二斥巨资不停炼制通天灵丹，炉子炸了一个又一个，院子换了一个又一个，外门的守卫多次来巡查，都被他搪塞过去，因为他知道这种丹药一旦公开，对他来说必然是巨大的灾难。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哼！次属性杂灵根，金属性占比37%，中下之资。李小二没有想到，本来的无属性杂灵根变成了4属性杂灵根，尤其是金属性占比大大提升了，这意味着他的修炼速度至少提升了一半。小二，我们已经炼气5重了，你说青云宗现在应该不会赶我走了吧？应该是不会的。那就好，以后不用这么浪费丹药了。你不想进内门了？慢慢来，我不强求。石仲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怎么了？你看你是炼气弟子，只能保证自己一个人衣食无忧，对不对？如果你晋升到了筑基，你知道会怎么样吗？不知道。笨蛋，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保证你的父母，甚至你整个村子的人都衣食无忧。你仔细想想，这样是不是很棒？想想你的邻居都竖起大拇指，夸你父母生了个好儿子，想想你村里的小孩子都把你当作崇拜的对象。石仲不禁开始幻想自己衣锦还乡，父老乡亲出来迎接自己，父母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那些势利眼的亲戚们，曾经骂自己败家玩意儿就知道吃的人，都会上门巴结父母。怎么样，想要吗？很好，现在筑基就是你的目标，前进吧。对了，我们要去买个法器，一起吧。炼气5层可以御剑飞行了，你不是很羡慕那些会飞的青云宗弟子吗？法器好贵的。来，我跟你说，你要回忆自己的远大抱负。好贵啊，小二，我们要不还是换一家店吧？珍宝阁出品都是精品，难不成要去找那些炼气的师兄师姐买不成？他们的东西质量实在太差，买不起，完全买不起。哎，算了吧。雪璇，这么巧啊，你也来珍宝阁买东西？吴俊，怎么又是你？你能不能别老是跟着我？别这么说嘛，我们也算是老相识了。你是不是想要这个青云鸾钗呀？2万块灵石也不贵呀。你说你若是答应做我的道侣，也不至于为了2万灵石愁眉苦脸的。我才不会为了钱和你在一起。别这么说，内门竞争可是很大的，实力不济，甚至可能得不到任何修炼资源，到时候你怎么办？我怎么样也不关你的事。很有气节，但是你想过没有，若是你入了内门没有半点竞争力，你们宁家应该会逐渐放弃你吧。你的母亲虽说是个正妻，但却并非修士，当初入宁家的时候争议就很大，若是你再没有什么表现，你调查我？不，只是一些爱意的表现。你无耻，你竟然威胁我！我怎么会威胁你呢？我是真的喜欢你，只要你愿意当我道侣，以后我会全心全意帮助你修炼。老胡，你还真是下血本了，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真有你的。这位师妹能遇上这么一位真心喜欢你的人，你还犹豫什么呢？麻烦你，我要买这个青云鸾钗，麻烦帮我包起来。好的，这青木鸾钗看起来还挺不错的，2万灵石对吧？我要了。小二，你要这个干什么？我觉得挺好看的。正常追求，你情我愿，你太过纠缠，倒也不是什么罪大恶极之事，但你这样威胁，我可看不下去了。是那个卖丹药的好人师弟。这里是2万灵石，帮我把青木鸾拆起来吧。珍宝阁主事一脸为难，这怎么办？这位师弟，此物是我先买的。是吗？可是我已经付钱了，你付钱了吗？你是来捣乱的，炼气5层也敢这么嚣张？小子，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你莫非是传说中的青云宗宗主？雾草，你小子别乱说话啊！宗主大人怎么可以胡乱调侃？你想死别拉着我啊！我听你语气这么嚣张，所以特意往厉害方向猜的。你，我是胡俊，秦方俊胡家后辈，青云宗内门弟子，炼气12层，位列青云天梯第9名。才第9名吗？第9名有什么好骄傲的？你懂什么？第9名已经很厉害了。青云天梯是青云宗专门设立给弟子的排行榜，分为炼气和筑基2部分，
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弟子斗法，排名越高，每个月获得的奖励越多。第9名确实很厉害了，前10名都是力压同辈的修士。哦，现在我知道了。可是这和我买下青木鸾钗有什么关系？这是我先看上的，我劝你还是放弃吧。但是我付钱了。你一个炼气5层买顶级法器驾驭的了吗？你是不是没懂青云天机第9名的意义？懂了，我付钱了，是你在跟我争。很好，小子，我记住你了。掌柜的，我出25000临时买青云鸾钗。哦，这位师弟，要不你看看别的法器吧，我们这里法器还有很多，你没必要争这青木鸾钗啊。价高者得，很公平。你理解就好了。价高者得，天经地义。我出3万灵石。4万灵石，这青木鸾钗我要了。那不是好人林夕吗？咦，你认识？当然认识了，他在外媒也算有名气了吧？经常把炼制的丹药以超级便宜的价格卖出去，所以有了个好人的外号。哦，这么好啊，在哪儿卖的？这位师兄指点我一下。好说好说，和他喊价的好像是一个内门师兄啊。是他，胡俊，我时常关注青云天榜，他榜上有名的。14万，小子还加吗？拿不出来了吧？小子敢跟我争东西，我从小到大就没有输给过谁。我只是觉得这样喊太慢了，我出30万。雪璇，咱不要青木鸾钗了，你有什么其他想要的法器，我都买给你。我对别的法器没有兴趣。这位师姐，送你了。送我了吗？当然了，我要这东西也没什么用。这太珍贵了，我不能要。30万卖你了，你要吗？等等，你说过送我的。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不过有一件事还得感谢你，是你让我知道了，原来掌控3条灵脉的家族也不过如此。你。接下来，李小二花了80万灵石，向珍宝阁买了一架飞舟，惊呆了在场的所有。Deja vu, I just been this time before. Higher on the beat, and I know it's a place to go. Holding you, and such is a mystery. Standing on my feet, so hard when I try to be me. Yeah! 御剑飞行还真是消耗灵力，怪不得那些炼气5、6层的师兄师姐平日出行都用神行符，还是先回去修炼提升境界吧。老胡，别太张扬，门规不可违反。我明白，我打听过了，你是石众。是我，有什么事儿吗？你不用紧张，我就是想来和你打听一些事情而已。只要你愿意说的话，这5000灵石就是你的了。哦，果然是乡野来的，没什么见识，见到这么点钱就心动了。要问什么？是修炼上有什么困难吗？我会很努力的指点你的。你指点我？你小子哪儿来的自信？不是修炼方面的吗？那你想知道什么？怎么种田吗？他开始隐隐有些后悔，本来以为找了个贪财之人可以得知李小二的底细，可是这人怎么像是脑子不太好的样子？你跟李小二认识很久了吧？那你应该知道他是什么底细吧？他叫李小二，五行杂灵根，1品炼丹师。胡俊有些惊讶，青云宗原来还有资质这么差的弟子。还有呢？没了啊。你才说了多少？他来自什么家族？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底牌手段？这些你都没说啊？可是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哦，我知道李小二他很有钱。那你这还要你说？况且你这种穷鬼，对你来说谁不是有钱人？没什么事情，我先走了。这小子竟然敢耍我！这位师兄，您是想要对付李小二吗？你是谁？我叫云之兰，正好我也想要教训一下李小二。哼，我想要教训什么人，还用得着别人帮忙？那打扰了。咦，你是那个人？什么叫那个人？我叫宁雪璇，是你的师姐好不好？有什么事吗？刚刚胡军是不是来找你打听李小二的事情了？你告诉他了？说了呀。
李小二不是你朋友吗？你这就卖掉他了？是这样吗？当然了，笨蛋。那如果我还收了钱的话，会不会显得很没道德？你竟然还收了钱，你这是朋友该做的事情吗？那我现在把钱还回去，还来得及吗？当然来不及了，你跟我去跟李小二师弟请罪。你们怎么来了？不用修炼吗？你掐我干嘛？别愣着了，你快点说啊！不，刚刚那个叫胡俊的内门师兄来找我打听你的消息。是吗？收钱了吗？收了5000。才5000，这也太少了点，真抠门。难道我的信息不值得1万吗？你这是什么逻辑？石仲把你的消息透露给你的仇人，你不生气吗？我为什么要生气？我什么时候有仇人了？你就真没发现当时他看你的目光有多仇视吗？怪不得他总是强调自己记住我，还以为只是字面意思呢。这两人到底怎么回事？脑回路都不太正常。反正现在石仲把你的消息都告诉胡俊了，你可得小心一点，他说不定会针对你。你对胡俊说了些什么？石仲将自己与胡俊的对话复述了一遍。就这点消息啊，没事，不要紧的。要是还有人找你打听，记得下次卖贵一点。好吧，既然你自己都不在意，那就没事了。还是要再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的青木乱差。不客气。你房间里要香好浓郁啊。是啊，我平常便在屋内炼丹。为什么在屋内炼丹啊？若是炸炉不就糟糕了吗？怎么不去专门的炼丹室呢？消耗一些门派积分就可以租赁一间炼丹室了，不仅安静无人打扰，而且还有阵法引动地火，可以大大节省灵力，而且稳定火候，提高炼丹成功率。竟然这么好！我告诉你，这么好的地方，下次你出售丹药先卖我多点，不过分吧？这还不简单，屋里有我前不久刚炼了一炉金髓丹，送你了就是。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个雷杰的方向好像是那个擅长傀儡之道的怪人，不应该啊！他明明气血衰弱，资质也不算高，除非有逆天的机缘，不然应该无缘筑基才对。雷劫引起了所有外门弟子的注意，毕竟只有大境界的突破才会引来雷劫筑基修士的诞生啊！这是多罕见的一幕，一群只是炼气级别的弟子，自然对此充满期待了。咦，他要突破吗？你认识他？认识啊，他还送了我不少傀儡呢。真的假的？我听说他的脾气恶劣得很，傀儡贵得要死，平常有人来买都爱搭不理，竟然会主动送你傀儡。或许是因为我平易近人。别吹牛逼了，上次有金丹期的长老专门降临，想要买几样傀儡送给自己的后辈当礼物，结果被这傀儡怪人给轰出来了。你凭什么让这傀儡怪人另眼相待？真的假的？连金丹真人的面子都不给？当然是真的了，我亲眼所见，那位金丹真人差点就碾平了这座小屋呢。所以我就说你别吹牛了，傀儡怪人才不会主动送人傀儡呢，他宁愿自己砸了。你不信算了。不对啊，不太像他。怎么了？不是他，这是傀儡。没错，正在经历雷劫的根本就不是郑奇鹏，他先路早就断绝了。正在抗击雷劫的是一具人形傀儡，虽然在雷劫中看不真切，但可以看得出他的身躯是由某种强大的金属构成的，因为太过强大，已经远远超出了炼气的范畴，所以天降雷劫，欲将其摧毁。天啊，是傀儡，是傀儡！筑基期的傀儡，老子果然是个天才，谁还敢嘲笑老子不行？走，我们也去看一下。郑奇鹏满心欢喜，身边站着他的得意之作筑基期傀儡。刚经历雷劫洗礼，傀儡显然经过了一些蜕变，各种材料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并且与禁制完美融合在了一起。好一具筑基傀儡，没想到你真的搞出了点名堂。是你小子啊！竟然能够制造出超出自身大境界的傀儡，这确实是一件大事，我会禀告上去的。随便你。这时候，一些外门弟子不乏谄媚的问号，各种拍马屁。看到这一幕，郑奇鹏直接将他们轰了出去。你们堵在我这儿干什么？都滚都滚！真是碍我眼，我可没工夫搭理你们。我们是来恭喜你的，至于这样吗？还愣着干什么？要买傀儡的先付定金，低于1万灵石的傀儡不卖了。
和你们这群穷鬼讨价还价太浪费时间了。哼！还好我没有上去恭喜，这傀儡怪人脾气真的好暴躁的，连金丹前辈都敢对，也是奇人了。确实挺奇的。哦，小二师弟你也来了？是啊，我也来看看热闹。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个雷杰吗？来我的小屋看看，正好有点好东西要送你。好啊，我还有2个朋友可以一起呢。没问题，一起来吧。你怎么跟傀儡怪人这么熟的？或许是因为我为他研究傀儡提供了一些赞助。那刚刚还说是因为自己平易近人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恭喜你在傀儡之道上有所突破。哎呀，这算什么？真正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呢。连筑基傀儡都不算什么。我为了制作傀儡做了太多图解和分析，只不过一直受限于材料，如今自然水到渠成，只不过能引动雷劫稍微出乎点我的意料。你说的真正工作应该是指那个吧？当然，拥有强大潜力，能随主人一同晋升的傀儡。那你为什么要先制造筑基期傀儡？当然是为了向你证明我的能力，不然怎么向你继续要钱？你这傀儡是为我炼制的，就是为了向我证明你的能力。不错，纵然青云宗乃10大宗门，门内精通阵法之人不计其数，但在傀儡一道上，我只输境界。至于理解，无人可与我相比。确实如此，这个傀儡非常棒。当然，虽然才筑基初期左右的境界，但真正战力绝对可以匹敌筑基中期的修士。我用了可承载筑基力量最好的材料，而且用数种珍稀兽血强化了经脉，可以瞬间爆发出12成的力量。这筑基期傀儡归你了。给我？当然了，你可是我的大金主，你要是出了什么意外，我可怎么办？我还需要你继续资助呢。钱没有问题，可是以我现在的境界，还驱动不了筑基期的傀儡吧？我专门给这个傀儡设计了特殊阵法，只要你手持阵盘，就可以在炼气8层左右境界驱使傀儡战斗。当然，没办法发挥出全部战力，勉强可以保证筑基以下无敌手吧。那我就不客气了。你现在灵石应该还够用吧？现在还够用，不过因为傀儡很多部分都还是在理论阶段，需要大量的实验，对材料需求量比较大。我明白了。今天我心情不错，可以送2个终极傀儡给你的2位朋友，你们去选吧。真的吗？当然，我向来说一不二。哈哈，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有了青木鸾钗和终极傀儡，我以后进入内门，肯定可以在青云天梯上取得好的名次。雪璇，找你好久了，原来在这里。吴俊，你要做什么？雪璇，这件事与你无关，这是我和这小子之间的事情。如果有什么得罪，我以后一定加倍对你好，补偿回来。谁跟你有以后了？陈兄、王兄，麻烦你们带雪璇离开，我不希望他心中的我变得不完美。胡兄情深如此，宁师妹肯定会被你打动的。你们要做什么？你以后不准再跟雪璇纠缠不清，今天最多对你略施小惩，以后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你敢在这里动手？哼，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况且我只是在维护我作为师兄的尊严，对我出言不逊，以下犯上，安门归我，就是有权处置你。谁敢伤我金主？你是那个傀儡怪人？不错。你要保他？废话，我的金主是您能碰的，你敢动他一根毫毛试试？不过是卡在炼气12层的老废物罢了，在外门作威作福习惯了，敢对我出言不逊，那我就让你看看炼气天梯榜第9名的实力。2位助我一臂之力。你行不行？要不然我把筑基期傀儡借你。不用，好好看着。我操！青云天梯榜第9 ，70年前老子可是天梯榜第1，你算什么东西？今天是栽了，你厉害，我们不是你的对手。既然你要保他，我无话可说。那就滚吧。
小子，这件事没完，我们走。这次要多谢你了。看起来你好像一点都不紧张。还好吧，他又不可能真的杀了我，最多受点伤而已。这么豁达，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反制手段呢。境界差这么大，哪来的反制手段？我最多向天河真君举报他恶意攻击外门弟，把他逐出青云宗罢了。你还真直接，我再送你点傀儡吧。那倒不用，我还是努力修炼，争取快点到炼气10层吧，这样我就可以驱使筑基期傀儡了。这样也好，我先走了。见鬼了，一个研究傀儡的竟然这么厉害。是啊，真没有想到，算这李小二运气好，来日方长，我们有的是机会教训他。胡兄，不用担心，那个傀儡怪人总不能一直保护李小二。道理我自然知道，但我真的咽不下这口气。我要的女人，没有人可以抢走。胡师兄，看样子你好像吃了不小的亏。怎么又是你？不过与你何干？胡师兄，你不用觉得太憋屈，这李小二可不简单。普通人能有掌心长老亲自带入青云宗吗？更不用说他还如此灰金。等等，你说他是由掌形长老带入青云宗的？你不知道吗？你连他的背景都没有调查过吗？倒是调查了，只是遇到个傻子。胡俊想到时中就气不打一处来。云之兰此刻看胡俊的眼神，就像在看傻子，什么都不调查清楚，你就敢针对人家？看样子你对他很了解，跟我说说。云之兰就将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胡俊。什么？云朗师兄也与他相熟？不错，云朗是我堂兄，我也是云家人。原来是这样，那云朗师兄为什么不帮你？准确的来说，他帮过我，只是云朗堂兄被收买了。这小子怎么就这么有钱？到底是哪家的人？这个问题估计只有掌形长老知道了。有云朗师兄和傀儡怪人保他，我怎么教训他？可恶，难道只能这么算了吗？当然不能这么算了，在青云宗内不行，可不代表外面不行啊。哦，你的意思是？我听说万能负责分派门派任务的长老来自胡家分支，青云宗有一种门派任务是不允许弟子拒绝的。哦，不错，这倒是个好办法。子月，我又来了。你来这做什么？我来看看你。那你看到了，你可以走了。子月，最近修炼上可有什么难题？不如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吧。没什么难题，而且我都金丹中期了，你才初期，有什么好讨论的？你什么时候到中期天？就前几天。凌霄感到阵阵挫败，不愧是天之娇女，这资质简直逆天了。子月呀，你知道我对你的情谊的，我为了你都被逐出内门了。你别说的这么奇怪，我可不会对你负责，你因为纠缠我才被师父逐出内门的，与我何干？当然有关系了，因为真的是爱你。子月，你这是做什么？这样就好了，你高兴待就待着吧。怎么把凌霄关住了？师父，他又来烦我。凌霄这孩子也是个好苗子，可惜。哦，宗主大人，你怎么又来了？我是有事情要来汇报的，只是途径明月峰。有什么事？凌霄将外门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哦，那个最新傀儡之道的弟子，我知道了，你可以回去了。宗主大人，你的资质不差，若能潜心修炼，未必不能正得长生。不要再纠缠情爱这些虚无缥缈之事了。这怎么能算虚无缥缈之事？多谢师父。你呀，你又不像师父一般对寻找道侣毫无兴趣，为何不考虑凌霄？这孩子倒也不错。人家就是不喜欢他吗？那你想要什么样的道侣？哎呀，师父，你又不是不知道，修炼之路如此艰难，财、法、履的缺一不可，这才可是排第一的。但凌霄这小子家境也不错啊。不行，那你觉得什么样才算有钱？富可敌国，财可通神。要是没这么有钱，稍微穷一点也可以。徒儿啊，我们毕竟是修仙之人，虽说不用做到断绝情欲那么夸张，但外物终究是外物，不必看得太重。师父，可是您为什么每年都那么关注宗门的财政收支呢？这是不一样的。
那师傅，您认识什么长得好看、性情资质极佳又非常有钱的青年才俊吗？要满足这么多点确实不易，或许有些闻名天下许多年的老前辈可以达到你的要求。这还是算了吧，有没有小一点的？比我小也可以啊，实在不行，就算是女孩子也不是不能考虑。你快闭嘴吧！江晨气得道心差点都乱了。总待在宗门内闭门造车确实不妥，你还是下山入红尘历练一番吧，多经历一些事情，或许对你会有些益处。好呀好呀，我早就想出去玩了。师傅，下山历练可以给我多少路费呀？你已经是个金丹真人了，该学会自力更生，自己赚钱了，所以这次1块0食的路费都没有。啥？下山？是的，这是门派任务，有一个门派任务需要你下山执行。我不接行不行？这还真不行，一般的门派任务可以不接，但是这个任务绝对不行。什么任务啊？这么重要？断尘缘。既然踏足仙途，自然仙凡有别。整个外门只有我有这个任务吗？还有10众，就你们2个人，或许是长老觉得你们资质好，必定未来有所成就吧，估计和你们的背景也有关。原来是这样。小二，你接到那个任务了吗？接到了。我觉得有点不对哦。为什么其他弟子都没有这个任务？会不会是因为门派觉得我吃太多了，所以故意找个理由把我赶出门派？这你应该是真的想多了。那太好了，我正好也想回去看看呢。我快要突破炼气5层了，等我突破之后再一起去吧。好，我也抓紧时间完全掌握风土遁了。希望没有什么意外吧。你怎么来了？我已经突破炼气8层了，接了一个下山的任务，正好要为进入内门做准备。好，走吧。石仲，你家在哪儿？我也不确定有多远，大概得走上7、8天的样子。我的村子叫龙山村。那我们先去你家看看吧。好呀，好呀。哼，现在不在青云宗，我倒要看看谁还能救你。先不要动手。为什么？这里离青云宗还太近了一些，而且你不对他的背景好奇吗？或许可以借此机会跟到他所在市里一探究竟。我可不好奇，我只是想教训他。如果可以，我不希望他再出现在青云宗。云之兰眉头微皱，他对李小二的背景可是好奇的很啊。可是胡俊并不按他的想法来，李小二未必好对付，区炼气中期境界又能怎么样？无脑莽夫。傀儡寻宝鼠是一品妖兽，实力几乎可以说是垫底，但寻宝鼠嗅觉特别发达，尤其是可以感应到灵力浓郁之物，所以可以用来寻宝以及寻找珍贵灵脉、矿脉等等。同时，它对危险的感知也异常灵敏，根据危险程度发出不同的警告。小二，他这是怎么了？不知道。难道有什么妖兽吗？不妙。没想到才刚下山就遇到危险，我们玉器尽量快点飞出这片山林。你这是做什么？别废话，跟我来。快，收敛气息。奇怪了，怎么气息到了这里就不见了？难道发现了不对，藏起来了？不应该啊，区炼气6层而已，怎么可能发现我的跟踪？哼，雕虫小技，以为我和那些凡人一样愚蠢不成？可恶，李小二，你敢用爆炸傀儡阴我？还不是因为你想要害我？我一定要嘎了你，不然难消我心头之恨。那就来吧，前提是现在你还有力气追上我。拜拜了明雷，我一定会回去举报你的，你放心吧，等着我回来吧。小二，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去你家呀。那回去。放心，他现在估计都不知道我们在哪，到时候回去举报他就是了。掌刑长老会解决掉他的。我就是怕他又追上来。
别慌，先进城找个地方吃点的东西。抓住那个女贼，她抢我东西。我哪儿抢你东西了？你别胡说。那黑布袋里的就是我陈家的传家宝千手玉观音，价值连城，你还说自己没抢，不要脸！我可是在救你，此物不详，容易坏你家风水，我帮保管。你，一个这么好看的女子，怎么如此无赖？我看你可怜，还请你吃饭呢，你竟然这样坑我！你家饭确实挺好吃的。陈少，你这是怎么了？那个女贼偷了我家的玉菩萨，还有我的钱袋子，请求大家帮我抓住她。好说好说，陈少你等着。小二，这陈家在当地好像挺好的，我们也出手帮忙吧。也好，不过修行者不能在凡人面前展露太多手段。竟然躲过了！玩够了，再见喽！哎，这下完了，玉菩萨被偷走，要被爷爷骂死了。好可怜的样子，那个女贼也太可恶了。是啊，偷东西就算，还要在大街上侮辱人家。我们要是早点出手就好了。我们早点出手，估计也没用。为什么？我们修仙者对付所谓的武林高手，应该还是很轻松的吧？你看得出来那女贼怎么逃的吗？这就对了，我也看不出来，这就证明人家厉害。我们就算出手了也不行，反而还会被戏耍。哦，刚刚拿锋刃符打我的是你吧？没错，是我。你果然也是修士，不错嘛，还挺镇定。你说说，你用锋刃符打我脚踝，这笔账应该怎么算？赔你钱。我像是贪财的人吗？10万灵石怎么样？哼，你这小师弟还真是不可爱，随口就是10万灵石，我要是当真了怎么办？有话好说，别冲动，别冲动。哼，等等，小师弟，这个傻大个身上还带着青云宗的弟子令牌呢，难道就不怕遇上青云宗的死对头？忘记收起来了。你也是青云宗的弟子？是的。我叫子月，你们可以叫我师姐。你打我脚踝，请我吃顿饭不过分吧？这位师姐，我有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偷陈家的东西？在世俗王朝作奸犯科，你就不怕宗门派人来抓你吗？你看到的未必是您所看到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字面意思了。难道这陈家表面上是个良善人家，背地里却是穷凶极恶的家族？你自己想吧。不过看在你是青云宗弟子的份上，你要是有兴趣，今夜子时在城南郊外破庙等着吧。小二，我们要去吗？当然要去，反正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门派任务的实现可是足足半年呢。可是胡俊说不定还在追赶我们呢。这倒是个麻烦。你在这等我一下。有什么需要的吗？裘仙问道。这位仙师不知道是来买东西还是来卖东西的呢？不，我是来寻求帮忙的，找个有资格跟我对话的人。这位仙师请稍等。有什么要求？有一个炼气12层的修士在追赶我，西北方向，应该再往这里来。对方是什么人？青云宗弟子吴俊。青云宗的弟子，这恐怕不好出手吧？不用怕，你只管出手，惹了什么篓子不会让你负责的。这好吧。对了，我还要打听一些事情，你知道陈家吗？应该还挺有名的。是那个乐善好施的陈家吗？他们在北汉王朝知名度确实很高。是吗？这陈家会不会背地里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应该不会吧。陈家老爷子做善事做了大半辈子，名声好得不得了，甚至连皇帝都亲自赏赐宝物奖励陈家呢。赏赐的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尊千手玉观音。原来如此。小二，你买了什么东西？没什么，快走吧。奇怪，这个地方不是我们刚来过的地方吗？难道是鬼打墙？再试试。
我怎么感觉还是没有靠近破庙呢？的确如此，我们一直在原地打转，看来是陷入泥阵，那些枫树只是辅助作用，应该是有修士在这里布阵了。我们是不是走不出去了？有可能。那看来的在这里露营了。解说我都看不下去了，教你一个土办法，这类迷阵的等级不高，屏蔽自己的感知，利用傀儡带你们出去。你特么不早说，你特么不早问。起来，跟我走。师姐，你在吗？真的来了，还挺不错的吗？是你设下的迷阵考验我，我才没这么无聊呢。你为什么要偷陈家的传家宝？那是因为有动静。黑袍人罩住全身，分不清男女，气质阴森森的。他走了进来，身形顿了顿，似乎是嗅到了什么陌生的味道。不过他又仔细感知了一番，又发现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奇怪。师姐，你快别睡觉了，该出手了。别吵我，我再睡会儿。神。我还以为是谁呢，两个练气的小菜逼，怪你们运气不好吧，遇上了我练气修士的魂魄，可是很适合炼制百鬼幡的。完了，无面休矣，我还没回村去装逼呢。哦，神。金丹真人打了我的师弟还想跑，今天没个几百万灵石的医药费，你就永远沉眠在这里吧。我操，牛逼！Rizky Ayuba, remake. You know I'm gonna get.小二，他好像嘎了。算了，那走吧。想不到师姐，你竟然是金丹真人。不说这个了，你觉得这个像什么？玉观音啊，我打听过，是皇帝赐给陈家的宝物。不，并不是。这是什么鬼东西？魔修法宝叶罗刹像，此物可于识海中观想化作实质，随后显化战斗，是一种很罕见的魔修法宝，会吸收活物生机，壮大己身。而玉观音只是一层掩饰罢了。家中供奉这种东西，轻则气运不佳，厄运缠身，重则家破人亡，断子绝孙。要不是陈家行善积德，得气运庇佑，恐怕早就全家被此物害死了。什么是魔修法宝？有光必有暗，有正自然有邪。魔修便是所谓的歪门邪道，利用一些阴损手段提升自身的修士。这是邪修的法宝。准确的来说，这是上古魔修的法宝。一般得到邪修可炼制不出魔气如此精纯的法宝，只不过破损比较严重，尽致损坏大半，已经不复法宝威力了，但也足以比得上中上品灵气。虽然不太懂，但这法宝似乎还挺厉害的样子。此物吸收陈家气运，自我修复，却坏了陈家的运道。若非陈家福泽深厚，不然早就出大事了。哦，原来你偷玉观音是为了救陈家啊！哼，当然了，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我是女贼吧？你要救陈家光明正大就不好吗？为什么要偷走这叶罗刹像？当然不能光明正大，这东西是皇帝赐给陈家的，污蔑皇帝赐下的宝物是邪物，岂不是给陈家引祸？就算我说的是真的，陈家也不敢认可啊。李小二恍然，被偷走最多一个互保不利，而且世界上能人异士这么多，陈家只是凡人世家而已，皇帝未必会多生气，甚至反而会因为自己的宝物被能人看上而得意。我赐下的宝物价值很高吧？紫月师姐原来心思这么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你偷走玉观音的时候，为什么把陈玉成的钱袋也给偷了？我帮陈家解决这么大麻烦，拿点报酬是应该的吗？而且这次下山师傅没给我钱，我总得赚点盘缠路费。不过为什么皇帝要害陈家呢？那是有人故意将叶罗刹像伪装起来送入皇宫，企图吸收皇室气运修复法宝，结果此物被皇帝赐给了陈家，在皇宫最多在个小宫殿里待着，但在陈家却被供奉了起来，气运予取于求，所以幕后之人干脆顺水推舟，借陈家气运修复此物。什么人如此歹毒？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了。我通过叶罗刹像追本溯源，查到了那座破庙，那个邪修老巢应该就在这里，外面的迷阵就是他布置的。可惜的是下手太重了，没来得及问他，他就领盒饭了。原来如此。师姐，你怎么也下山了？我听说你一直在那边修炼呀。师傅让我下山历练，说要增长阅历、纠正三观之类的，但却可恶的不给我路费，我只能自己想个办法了，找邪修的麻烦，赚点零食用。师傅，那不就是宗主大人吗？原来有个邪修集会，真是太好了，我的饭钱有着落了。师姐，你要是缺钱的话，那叶罗刹像送你们了吧？虽说是残破法宝，但还是能卖点小钱的。不过记住，千万不能自己用，我还有事儿要先走了。我可以给你啊。给啥？这什么鬼地方？我操！我的灵力呢？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怎么在这里呢？我明明把他放到一边去了。奇怪，刚才那个到底是不是梦？你不是在吸我的气运吧？整个陈家都不够你吸的，我一个练气的小菜鸟哪里够你吸的？完了，我不会跟陈家一样长一脸麻子吧？怎么了？你看看我脸上是不是长满了黑痣？没有啊。那就好。我这么英俊的相貌怎么可以受损？咦，小二你突破了，炼气7层了啊！这也太奇怪了，被叶罗刹像害了还能突破？虽然有些可惜，但我可不想莫名其妙被你害了，尤其是长满黑痣，我可忍受不了。看来只能忍痛把你卖了。今天先进城吧。不。仙长，此番有什么事儿吗？那胡俊解决掉了吗？于洪供奉已经带人去追击胡俊了。这胡俊施展了什么秘术逃走了？不过现在正在追杀，应该不久后就有好消息了。效率还行。这东西收吗？仙长，这个东西我们不收。为什么？您还没抹去自己的烙印呢。怎么抹去烙印？这个小人就不知道了。这是您的东西，我留下精神烙印了。李小二盯着叶罗刹像，上面的魔气很淡，仔细盯久了，甚至还有一种亲近的感觉。上古魔修不损害其他生灵，只是强夺天地之力，壮大自身。这个法宝准确来说也不算邪修法器。莫非是我气运深厚，所以没有副作用？算了，还是先留着吧，到时候请家中的供奉看看这东西到底怎么回事。离开北汉王朝后，两人隐藏身份，跟着一路商队出发。星辰商会，钱家的产业之一。李小二没拿出令牌，好在商会领队挺有眼力劲，看出二人不凡，特地叮嘱商队的人要好好照顾，不能有半点怠慢。停下，入城费5000两。官爷是不是弄错了？
这入城费怎么会这么高？没错，普通路人10两银子，世家子弟1人100两，而你这整支商队就是得5000两。这也太多了。不交就滚，废什么话呢？石仲，你确定入城费要这么贵？是的，当时我就是偷偷翻墙出来的，因为付不起出城费，见到其他城池也不敢靠近，省着干粮，直接去了青云仙山。李小二脸色一沉，太高了，高的离谱。正常来说，一个普通旅人入城费交个几文钱就够了，一支商队最多也就几两银子，不会再多了。石仲，你说你是因为吃的太多，家里负担不起才被赶出来的？是啊，以你的力气，做工农耕，一个人能顶10个，应该不至于不够吃饭的吧？你们赋税是多少？不知道多少，每次的粮食90%都要上交。李小二听着心惊，简直是逼死人的赋税。石仲能这么平静，只能解释为他习惯了，怪不得石仲对衣食无忧的执念这么深，从小挨饿怕了。官爷肯定是弄错了，我们都是信誉良好的商户。吵什么吵？既然不愿意走就都留下，所有货物全部上缴。不要，我们愿意走。哼，愿意走也来不及了。官爷手下留情啊，5000两我们愿意交。太迟了。来人，把他们的所有货物都扣押。这些人估计是别国派来的奸细，全部收监，女的先留下来。给我住手！哪里来的毛头小子，也敢耀武扬威？给我先把他抓住！怪物啊！救命啊！这是什么怪物啊？商队的人不用害怕，他不会伤害你们的。仙人饶命！仙人饶命！祸害百姓，该死！不关我的事啊，都是皇帝的命令，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不做，我们的小命就保不住了。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汤显将。好，我就先去看看情况。要是如你所说都是当朝者的问题，我就放了你；不然你就以死谢罪吧。你们先走吧，不要进城了。多谢仙人，多谢仙人。我在你身上下了点手段，你别想逃，你的命掌握在我手里。走，进城。二人走入城池，果不其然，这安王朝确实是民不聊生，到处都是乞丐。有面黄肌瘦的夫妇抱着哇哇大哭的婴儿，躲在角落偷偷的抹眼泪，简直就像是遭遇了特大饥荒一般。越来越糟糕了，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我一直以为大家都过得这么苦。不是1个月前交过税了吗？怎么还要交啊？快点把粮食交上来，别耽搁时间，我们还有下一个地方去呢。可是我们实在交不出来了。那就老规矩吧，走，搜房子。这是我们最后的粮食了。走开，别挡路。住手！你这傻小子回来干什么？有了逃走的能力，就不该回来啦！回来岂不是受苦吗？你你在做什么？怎么能打官差大人？你惹大麻烦了！快走快走，离开村子可千万别回来了。自古民不与官斗，也没有力量和官斗，这想法早就扎根在底层百姓心中了。傻孩子，你太冲动了，快走吧，就像以前一样，离开这里。娘，你不用怕，我们不用再怕这些官兵了。你在说什么傻话？你知不知道，你能逃出去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至少我们知道，我们的后辈不必再忍受这些。爹，不，石仲没有说错，你们以后都不用再害怕官兵了。你是谁？我是石仲的朋友。哎，大家别跪别跪，你们是2位仙人庇佑的人，我怎么有资格接受你们的跪拜？我操！什么仙人？将军，您在说什么呢？你们不知道吗？这2位可是传说中飞天遁地的仙人啊！我还没这么神通广大。将军，您别开玩笑了。听说那些大官就喜欢耍弄平民，满足恶趣味，谁知道眼前这位大官是不是也是如此？这位将军其实是来告诉大家的，因为以前交了太多的粮食，已经足够了，所以今后50年全部免赋，大家种的粮食都可以归自己了。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那几位官爷？这几个小子竟然无视免赋令，还敢滥征粮食，我就是来抓他们回去治罪的。将军叫什么叫？不争气的东西，给我滚出龙山村，不准再踏进一步！两人在村庄休整1天后，石仲与父母道别后，就朝着皇都出发。飞起来了，真的是仙人！你特么给我正经点，老实点，带我去黄都，不然我把你丢下去喂妖兽。我们直接去找那个皇帝吧。你不是说过吗？散修修炼艰苦，境界提升快不到哪儿去的。也有道理。现在去皇宫看看那皇帝什么来。那我呢？你就在下面待着吧。陛下，怎么还没休息？睡不着啊。陛下，保重身体。恐怕天下不少人巴不得朕死呢。陛下，切莫胡说，您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爱戴，怎么会有人想您死呢？皇后，你真的这么觉得吗？臣妾永远这么觉得，您永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百姓们会体谅你的。小二，那个穿龙袍的应该就是皇帝吧？这么大半夜穿着龙袍，还在摘星楼上，肯定就是他了。小心些，这些散修斗法水平可都不赖。不到炼气12层，神识没办法离体，对方不主动释放气息是感知不到对方境界的，所以也不知道这皇帝到底是什么境界。但可以肯定，不是筑基，只要不是筑基，哪怕是炼气12层，也有搏一搏的机会。有刺客保护陛下和皇后。哎，皇后，你先走。石仲，等等，他不是修士。你们是什么人，竟然敢行刺陛下？你就是皇帝？不错，就是朕。不是鸠占鹊巢，你为什么如此苛政，致使民不聊生，尸横遍野？朕死有余辜，请下手吧。求你们不要杀陛下，他也是为了百姓啊！若是不这么做，安王朝就要被仙人灭掉了。这话又是从何说起？10年前，有一位仙人降临，说安王朝触怒上天，将会降下天谴，到时候所有百姓都会惨死。若想要免除天谴，必须请这位仙人施法消除灾厄。这位仙人知晓陛下仁厚，宁愿折损修为帮助安王朝，但却需要大量的灵物才能保证施法顺利进行，所以陛下不得已才实施苛政，搜刮钱财兑换灵物。这摘星楼也是为了仙人顺利施法，与上天沟通而搭建的。陛下内心也非常不好受，但是为了平息天怒，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已经快要成功了，真的快要成功了。这种屁话你们也相信？若是国泰民安，怎么可能降下天罚？况且天罚如何抵消？哪怕是踏足长生的真正仙人，也不敢妄言沟通上天。你不要妄论仙人，本来一开始我也不信，但后来发生的事情由不得我不信。发生了什么？天降血雷，劈死了好多人，还有漫山遍野的阿飘，简直像是地狱一样，肯定是惹了天怒。这不是邪修的经典手段吗？可是那仙人非常厉害，飞天遁地，口含惊雷，甚至可以引来狂风，时云不雨。要骗你，总得下点本钱。之后，李小二在众人面前耍了一堆修仙者的手段，什么遇水符、疾风符等等。您也是仙人？我才修仙几个月，几个月前我和你们一样都是凡人，修仙界比我强大的人多如牛毛。虽然你们估计有点难以接受，但我还是要说，你们被骗了。一个邪修在借你们的手为自己谋利耳。你口中的仙人到底在哪？不知道，他很少露面，只有来收取灵物的时候才会现身。这倒是聪明，保持神秘感。不过既然在皇宫内布下了一个聚灵阵，总不至于不用吧？走。看样子就是这里了，动手。谁敢扰我修炼？果然在这里，你的骗局差不多该结束了。原来是被发现了吗？
也无所谓，反正这聚灵阵效果越来越差，这国家上供的灵石也越来越少了。你在骗朕？谁让你蠢呢？我本来以为骗个2、3年应该也差不多该被发现了，没想到骗了10年，你竟然还深信不疑。邪修受死！可笑，区炼气6、7层的小子也敢向我下手。高阶厉鬼遇上同行了，我可不是你的同行，受死！这人是什么货色？你明白了？明白了，竟然骗了朕10年，多谢2位仙人出手相助，揭开此人的真正面目。我的村子被你收走太多粮食了，你得还回来。石仲是安王朝一个偏远小村庄的村民，他就是单纯的向你要粮食，你别多想了。朕明白，这些粮食必定会如数奉还，以后加倍勤政，一定让安王朝变回原来的样子。这邪修的灵石该如何使用，你应该明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本来应该杀了你，如此昏庸，毫无判断力，受邪修蛊惑，害得无数百姓受难。杀你却解决不了问题，还有以后仍需要你治理国家，救助剩下的百姓。我今天饶你一命，但若是让我以后发现你继续残害人性，朕自裁于此。记住你的话。还有，若是还有其他邪修来报复安王国，你就说这里是青云宗的地盘，自然无事。